这个国际舞台上的跳梁小丑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打击，从精神上、肉体上还没有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受到惩罚，立陶宛总统后悔了吗？1月4号，立陶宛总统劳塞达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允许台湾当局在立陶宛开设代表处是个错误，将不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严重问题缩小或淡化为取名不对这么个小问题上。而且第二天呢，立陶宛政府就撕毁了与中资公司签订的桥梁的合同。中国政府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的措施出台以后，相当多的欧洲企业立刻响应，把立陶宛从自己的供应链中剔除出去。其中至少有12家德国的企业，这给立陶宛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根据立陶宛商业行业组织的预测，如果中国的制裁措施全部落地的话，那么立陶宛每年会遭受50亿欧元的损失，也就是说差不多有1/10的人口将面临失业。任何一个国家面对这种规模的突如其来的失业风险都是很难承受的。但是如果把立陶宛总统的表态当作立陶宛政府的认错，那就错了。立陶宛的总统说，他自己认为错误不在于开设代表处，而是外交部长没有跟他商量名字，这个名字是个导火索。那台湾在立陶宛首都设置的机构叫什么名字呢？名字叫做台湾代表处。而依以前中国政府认可的惯例，台湾只能使用中华台北这个称呼。可以认为立陶宛并不准备承认自己有错，更不打算采取实质性的改正措施。就在立陶宛总统表示懊恼的第二天，1月5号，立陶宛政府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命令自己的铁路公司不得和一家西班牙桥梁制造商签订合同，而这家桥梁制造商是由中国路桥集团来控股的。2021年，这家西班牙桥梁制造商呢，用5500多万美元的最低报价获得了立陶宛建造铁路桥的合同。可以看出来，立陶宛政府是用这一笔5000多万美元的合同来对中国进行反制。立陶宛政府的举动与美国和欧洲政客的怂恿是分不开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纷纷表示，一定会支持立陶宛继续和中国对抗下去。新上任的德国外交部长叫贝尔伯克，是个坚定的反华分子，他表示要以欧洲人的身份站在立陶宛一边。然而美欧政客的举动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援行动。根据调查，立陶宛在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之后，多次向美国和欧洲请求支援。美国呢，仅仅同意提供价值6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这笔钱就算是白给，也不能弥补立陶宛因为遭受中国制裁受到的损失，更何况还是贷款呢，将来是要还的。立陶宛向欧盟提出希望能够得到支持，解除中国对立陶宛的制裁，但是欧盟表示可以帮助立陶宛到世界贸易组织去打官司，但是收集证据这些事儿还是要立陶宛自己去想办法。欧盟委员会的主席、欧盟的外长纷纷回避和立陶宛的总统会面，只有一名曾经担任过立陶宛经济部长的欧盟委员和他见了面，但是也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至于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压根儿就没有会见立陶宛的总统。台湾的台独当局呢，也在想尽办法阻止立陶宛改变立场，还准备拿出2亿美元购买立陶宛卖不出去的那些商品。看来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还远远没有到放松的时刻。这个国际舞台上的跳梁小丑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打击，从精神上、肉体上还没有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们一定要将立陶宛作为反面教材，严厉的惩处，狠狠打击，高压立威，要让立陶宛以及其他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华分子都清楚地认识到，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除了让自己肉疼加心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好处可以得到。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